学专家何美香老师，她也是一位内科医师，同时也是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的委员。今天要我们分享的是，面对人畜共通传染病的不确定性，如何提升您的免疫力？欢迎老师，谢谢。大家好，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，让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近年来非常关心的议题。从人畜共通疾病到免疫力，人畜共通疾病当然是我一辈子在就是我的专业、我的专长、我的工作一辈子的研究。可是见到这个免疫力讲到食物的时候呢，这是我退休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对它来做一个探讨，就是在一些因缘际会，也都是从研究的角度让我看到，就是食物里面的成分是如何来影响我们的免疫力，或者是来影响我们的健康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，我想20世纪的营养学是了解食物里面的成分，21世纪就是要了解食物里面成分的功能是什么。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叫人畜共通疾病，基本上就是新型感染症。新型感染症就是一个以前人类没有的，然后忽然从动物到人，那这里面有一个过程，就是最清楚的就是从2003年这个SARS 之后呢，我们知道它是来自蝙蝠，然后透过一些mammal 透过一些人类吃的东西，然后感染人。那最后我们是可以把它就是很清楚的看到说，它是有一个定律在这个地方。什么样子的定律呢？新型感染症全民没有免疫力，它传播的很快。第二个，它一定都是非常的严重，重症跟死亡。你说那不对啊，轻症的疾病也会从动物感染人，可是轻症的疾病我们就会去疏忽它，我们不会去做研究，所以是重症会有死亡，才会真的让我们担心，我们也才会去注意到它。那即便就是同一个疾病，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现象。就是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，新冠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就逐渐的我们知道说，有50%的人感染的是无症状的，然后有大概30-40%的人感染的是轻症，就是所谓轻症就是上呼吸道感染，然后重症就是指到肺炎，然后你需要到医院里面，然后有一些死亡。那你说，那到底是哪一种呢？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况？我们知道说一开始也是没有疫苗、没有药物，当然你摄取的病毒量，所谓摄取的病毒量就是我们请你戴口罩，我们请你常常洗手，这个就会减低你摄取病毒量，就是你不小心碰到了这个病毒，摸到了你的嘴巴、鼻子的时候，量是很少的，那你也可以比较容易是轻症。除此之外，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人他本身的免疫力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来问说，是什么东西呢？有没有什么风险是我们人类的行为可以来改变的？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我写了一本书，有关 COVID-19 结束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把它综合我们来看，就是说，中间这里慢性病、肥胖、过轻、抽烟不运动等等，这些就是风险因子。它会造成你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因子。同样的部分的这些风险因子，你说那没关系，我后来有疫苗，我就打了疫苗，疫苗反应也是不佳的。上面还有一些是环境的因素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PM2.5，还有永久性的化学药物，它可以影响你的环境，然后造成慢性病的好发，同时它也可以直接很短的时间，因为空气的污染，使你在这个地方的居民感染率比较高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有多重影响的。这个时候你就问说，那慢性病是什么？那是一些什么样子的慢性病呢？我们用一张很简单的 slide，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，2020年3月份的时候，纽约的一个医院
院，他就把他最早的200个病人公布出来。你可以看，当然都是重症才会住院啊，那时候不可能有轻症的人是住院的。你就看重症的人，他都有共病 ，OK。尤其最前面这些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、心血管疾病、脑血管疾病、心脏病这一些呢，虽然不是今天的议题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些病都跟饮食有关。当然，基因很重要，我们没有在这里抹杀基因的重要性，但是基因不是我们管得着的。就好像说你生在哪里，不是你管得着的。可是假如你被生在水沟里面，那是你的命。可是你没有从水沟爬起来，那是你自己不努力，那你就要负责。所以基因不好，你还是得要努力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。那再来，另外有一个就是它是不是疾病？美国已经把它定成疾病，不是肥胖。美国医学会把它定成疾病，那就是说肥胖的人他去寻找那个医疗的帮助的时候，保险可以给付，这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的原因。所以肥胖是不是疾病，在我们的国家，没有人这样去定义。但是现在逐渐的，肥胖的人也可以被 refer 去，就是我们的健保也会给付他一些营养的资讯等等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些共病是很重要，就跟刚刚那个有点呼应了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，这里面有很多这些共病都是跟饮食有关的。那什么东西会影响你的免疫力？运动，这是很早他就发表的。在一个你可以想象，这是一个，就像我们的，这是美国的，叫一个 HMO， 它就是一个提供医疗也提供保险的一个制度。所以它因为每一个人越健康，他保险投保嘛，你越健康，他就是医疗费就付得很少。所以他们其实是花很多精力去倡议健康的这个生活模式。所以他们就有每一个人有没有运动的资料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发现说，这是正常的运动，就是你每个一个礼拜至少运动5天，每一天至少30分钟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走走路也好，那这个就算有运动了。那跟这个没有运动的人比，所以没有运动呢，你看COVID 的中重症、加护病亡跟死亡率都是即将2倍，那你就知道它很严重。那再来就是你问说，那是什么东西影响？那是一个很有趣，你可以看骑脚踏车10分钟，你可以看他血液里面那些免疫的细胞就活化了起来。这是一个短期的，就是你运动的本身就可以刺激你的免疫力在当下。那下一个我们来看长期的来说呢，也做了一个研究，就是在65岁到85岁的长辈，他们每年施打流感疫苗，他的反应常常都不大好。那他们就去问说什么东西会影响，他就分有运动的跟就是简单运动的，就是走走路的那一种，或者是完全没有运动。你就看流感疫苗里面的3种抗体，就是2个 A 1个 B， 有运动的都是最高，那没有运动的都是最低。所以你也知道，运动本身完全可以影响你就是对疫苗的反应。所以我们刚刚就认为说，那就是运动。其实不是只有运动你还要提升你的肌肉。其实是那个肌肉量，所以一个是要运动是一回事，提升你的肌肉量，你维持你的肌肉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个就是肌肉的量跟发炎是有关的。那今天也没办法去讲太多，但是发炎跟疾病跟老化跟很多的慢性病也都是有关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说免疫力跟你是不是持续运动，那你是不是有维持你肌肉的量也是很有关系的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刚刚讲到影响这个免疫力是可以影响这个对疫苗的反应。刚刚提到流感疫苗，那这里我们看一下 COVID-19。
也就是意大利人做的研究，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肥胖，他特别讲中枢肥胖，我再来解释，吸烟、高血压、高血脂，这4个都是让你的反应不良的一些风险因子。肥胖呢，尤其是叫中枢肥胖，中枢肥胖就是你的内脏脂肪。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方法来看，你就是量你的腰围。在我们的国家啊，男的不能超过90公分，女的不能超过80公分，超过了就叫中枢肥胖。那我要告诉你们，台湾的这个研究显示说，我们肥胖的人的比例没有中枢肥胖的人高，在女人，尤其在年长的女性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有人看起来体重是正常的 ，BMI 也是正常的，可是他是肚子是大的，那种人是非常的不健康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我只是告诉你们，就是说，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体系里面，他们也开始帮你量腰围了，不是问你漂不漂亮，而是要告诉你，那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指标。那再来就是说，讲完运动之后，我们现在来看饮食与 COVID 的感染有没有什么关系？就是确确实实，这个新冠疫情这段期间，至少我个人，我想整个科学界也是一样，我们学到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有关免疫力、有关病毒的传播。第一个征兆就是在很早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每个国家都一直在公布它的这个感染的人，然后死亡的人等等，所以很早就注意到说，日本人就注意到说，东京的人叫致死率，致死率就是在感染的人里面死亡的人数是多少，他就发现东京的致死率比冲绳，就是 Okinawa 比冲绳高很多。那当然，冲绳它是人口密度比较低嘛，也可能是病毒量的关系。不过整个就是文献的探讨里面也都觉得说，冲绳本来就被定位成叫做 Blue Zone，Blue Zone 就是蓝色区域，蓝色区域就是在我们用这个名词来形容世界上有一些国家，有些地方、有些地区，那个地区的居民呢，他特别长寿，特别长寿，所以冲绳的人也是属于这个。然后他们就去注意说，冲绳人主要吃的都是植物性饮食，很多主食都是以地瓜为主，然后每天吃很多抗氧化的东西，绿菜叶、豆类什么等等。然后最有趣的是，他们的脂肪那个摄取量只有6%。你知道你的脂肪摄取量是多少吗？连我都有20-30%，因为我们都吃很多油啊什么的。虽然是很健康的油，但是也都是蛮高的。所以这个6%是很了不得的。我记得这个出现的时候，记者来问我了，说：“哎，老师，吃素的人比较不得病，比较不得重症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好像有点不大可能吧？”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方面的知识，我们是透过一个过程学到的，是到后来这越来越清楚，我们才知道说，确实是这个样子。接着我们就是总的来说呢，吃素的人比荤食者中重症少了73%，73%是蛮多的，意思就是，你知道，就是即将是一半的比例。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？这个是一个蛮清楚的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也是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，这有6个国家的医事人员，他们在医院里面要接触到非常多的病人。所以他们就收集这些的病人，然后找了一些对照，就是没有生病的人。这从没有生病的人问说：“那你吃素的比例？”那这就是普通人吃素的比例嘛。然后这些生病的，那就有重症跟轻症，然后吃素的比例。那重症的人吃素的比例比普通对照组高很多，你就知道说哦，那吃素是有保护。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哈，所以这个73%是这样子来的。那接着呢，最后还有一个巴西的研究，刚才讲的都是中重症，就是感染之后他得中重症的几率。可是事实上，巴西的研究告诉你说，其实你吃素的话，感染的比例也是比较低，所以它是整个是一系列的。所谓感染比较低，当然也有可能感染了之后你是无症状嘛。所以意思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超级健康的人，
你无症状了，你不知道你被感染了，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对来的哦。所以我们就是大概就是知道说，运动跟吃植物性饮食对你的健康是确实实，这个是就是我们不会去这是什么不可 argue 的，没有办法辩驳的。那我们问说，是不是所有的植物性饮食都是健康的？答案是 no， 不是所有的植物性饮食都是健康，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还有5分钟，谢谢。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那这是什么？你可以看左边，糙米、乳加糖、豆奶、坚果、水果、番薯，跟右边这个这样子是不行，这样那个后面，在这个的后面，这个答案被制作过，在这后面有一些就是糙米是对的白米，全麦面包是对的白面包，然后坚果什么是对的蛋糕，番薯是对的马铃薯，所以这边是健康的，那边是不健康的。原则是什么？原则就是不健康的东西，它的微营养素比较少，然后呢，矿物质、膳食纤维，然后 GI 值，这个番薯跟马铃薯不同的地方就是在 GI 值。那我们就快速讲一下什么是 GI 值，因为国人糖尿病实在太多了。所谓 GI 值就是你可以看哈，左边这个，右边这个图很高，你就是这个是血糖，你吃了东西之后血糖的这个曲线。那 GI 值高的就是那个红的，就是你吃了什么东西，你的血糖就飙上去，然后第二个是比较低。那你当然要维持很低嘛，你那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，对你的这个胰岛素制造细胞的负荷是蛮大的。那这里这是台湾的研究，因为我们台湾产很多米，这是各式各样的米。那糙米跟这是同一种的米，可以酿成白米，也可以酿成糙米。所以你就看糙米基本上就是 GI 值都在50以下，这个叫低 GI 食物。那白米大部分比较高的。这边左边有一些呢 GI 值看起来是稍微低一点，但是那些米都是你不爱吃，它比较不好吃。那健康的食物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，我时间不多，我就讲得快一点哦。就是除了我们刚刚 COVID-19 的这个知识，这个在普通的这个感染或是住院，也都是跟植物性饮食都是有关系的。就是吃植物性饮食的人，他是比较不容易因为感染而住院等等。那什么关系？为什么饮食跟有关系？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各式各样的维生素，这些就是我们的营养素，这些就是我们的营养素。那这些营养素有各式各样的刺激免疫力的功能，然后底下是膳食纤维，它也一样可以刺激免疫力。我把这些画在上面，因为它其实是欧盟说你的植物若是含有这些营养素够高的话，你就可以宣称它是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的，这是蛮重要的。这个膳食纤维也是美国 FDA 在最近才几年，2023年才公布说，好，我让你这个植物这个膳食纤维够高的话，我承认你可以说它可以调节你的免疫力。所以这些意思就是说，法规单位它怎么做决定，还是依据科学的资讯来的。我们这个就跳过去好了。那个图只是告诉你说，营养不良的人他有一些很共同的因素，你可以再看一下，低收入、外食、肥胖、工作压力大，就是你可以看它是一个，当然不是很公平，不过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它会越来越糟糕。好，那营养素是来自食物比较好呢，还是吃 capsule？ 很多人说那我就随便吃，我吃大鱼大肉，然后我这些微营养素我就来吃什么，就是吞丸子好了，就是叫什么 capsule， 就是药丸子对。那其实基本上我个人当然是prefer食物，尤其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生下来就会吃素嘛。那当然很多是我们的研究都是来自食物，不是来自单一的营养素。你单一的营养素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？我们不知道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从个人的这些上面的这些因素，一直到发病，中间到底是什么？
我们看到有疾病的话都有发炎反应。所以现在我们的结论就是，中间是透过一个发炎的机制，什么地方不大对了，你就开始有发炎的现象，然后你整个身体就是进入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。所以有发炎的机制导致你发炎，导致你会有这些以下这些慢性病，中间的时间都是很长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发炎其实是可以抗发炎。那发炎不是就是它是不健康的，快速老化。第一个，在一个追踪的研究里面看到说，发炎指数高的人，他11年追踪后，他的肌肉是比较少，他走得比较慢，他老化的比较快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因果的关系的。所以发炎这么重要，有没有抗发炎的食物？有，这些就是抗发炎的食物，这是真的研究出来的。从1950年代一直到2010年代，大概60年人类的研究。我要说的是，这些不是一个完整的这个 list， 不是一个完整的，但是它是有被研究的。OK， 仔细看哦，绿色的全部都是来自植物，底下呢红色就是促进发炎的食物。你吃这些东西，你是会促进发炎的。好，那这就是告诉你，我们可以看你的食物，你就看说你越富的就是越抗发炎。你看你吃的食物，它那个抗发炎的指数越低的话，心脏病的存活率比较好，这个失智的几率也比较少，然后各式各样肾部健乳癌什么都是相关的，这大概10来种病都有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很重要。这个再复习一下哦，看一下。所以透过发炎，这很多这些都是透过发炎而发生的。发炎是可以透过植物来改善。好，这一张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深绿色的，就是牛肉，然后红的就是牛肉的蛋白质换成植物的蛋白质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就看。然后这个就是红的就是吃牛肉嘛，深的就是绿的就是把牛肉的蛋白质换成植物的蛋白质，或是所有肉的蛋白质换成蛋白质。你就看说这两个绿的，所有的微营养素都增加了。你不吃肉，你就是把蛋白质换成植物的蛋白质，不吃肉，你就所有的微营养素都增加了，只有 B12是缺乏的，所以你就知道吃素的人要注意 B12。那这个很重要，我们要看一下永续。最倒数第2个，那就是碳排。你看肉的碳排多高，然后植物的碳排多少？唯一比不上的就是水，用水量。你吃植物的话，但是你要知道哦，我觉得那个是算错了，因为牛马他们也是吃植物啊，所以真正的我不知道他这个算的是对还是不对啊。但是我们大概就知道说，对地球的关系跟对人的关系什么等等。这是我最后的一张纸来，我们理论上的这个结语，就是刚刚的我们的理论再讲一次。那我要给你一个比较实务的结语，就是时间性的结语是什么？那就是吃植物性饮食有益健康，有益地球的永续。然后呢，健康饮食包括就是5个东西：全谷类的食物、蔬菜、水果、豆类、坚果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WHO 的网站说的。他说成人的健康饮食包括就这5种，他没有提到肉、蛋、鱼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就是治病要靠医疗，但是健康是要靠自己。谢谢大家。